欢迎大家来到量子计算入门课程第一个章节，就是关于向量空间这个章节里面最后个单元。那最后个单元我们要承袭之前的单元，就是把一个量子位元的状态标示在Blastsphere 上面。但是我们现在要用程式来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吧。因为程式比较好算，因为计算其实有点复杂。那我们要用的程式工具主要是 Colab。那为什么用它？它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开发工具。如果你是认真的软体工程师，你可能这并不是你开发平台的首选，我只能这么说。但问题是它的好处是它非常的方便，就是你不需要在你的电脑里面设置复杂的环境，然后你就可以进行，你只要会用 Google Drive， 你用过 Google 有设过 Google 账号，用过 Google Drive， 你就可以开始来写程式进行软体开发。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毕竟常我们教程式的时候，第一步教你如何在你的电脑上设置开发环境，可能就会花1个小时或半小时，然后还没开始教你写程式。所以说这个本身是一件很耗时间的事情。那如果用 Colab 这个东西的话，你只要能用 Google Drive，你就可以开始动手写程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进入写程式的环节，而不用把时间都花在设定如何写程式这件事情上面，会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当然是你开始学习写程式的时候，这是你一开始入门的好工具。但是，如果你之后有志要成为资料科学家或软体工程师的话，那资料科学家可能还好，但如果是软体工程师的话，那你可能需要更好的工具，就是更适合专业开发的工具，然后这个可能不够足以适合一个软体工程师的开发任务。但是总之，如果你刚开始学习程式的话，这是一个极好的入门工具。那它是一个 Google 提供的服务，所以这个 Google 提供服务里面，只要你有 Google Drive， 你就可以在网页上写程式。然后它的格式叫做 Jupyter Notebook。Jupyter Notebook 这种格式的复杂名是 IPYNB， 然后它的特色就是说，它会把文字跟程式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其实比较像是你打一份文件，很长的文件，但中间有些部分牵扯到程式，所以你可以用程式计算中间某些部分的结果，自动计算出某些部分结果，而不是全部都用手打。所以它主要的概念其实是文件，它是一份很长的文件。中间嵌入一些程式，然后你可以执行中间那些程式，然后它会输出程式的执行结果，会输出变成为文件的一部分。好，那 Jupyter Notebook 除了在 Colab 上之外，它也可以在别的地方使用，例如说 Visual Studio Code 之类的别的 IDE 上你也可以用，或者你可以在安装单机版的 Jupyter Notebook。那只是就是对你一样就要重新设定嘛。如果你在装单机版的时候，那你不想重新设定的话，就要。然后 Colab 比较方便，你就不用进行这种设定。好，然后对，如果你要进 Colab 的话，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只要有 Google Drive 都能用，但是如果你点 Google 的首页的时候，它并不在右上角那一个9宫格里面。然后比较好、最简单的进入方法是直接 key 网址，就是 colab.research.google.com， 进到这个网址的话，然后你有登录你的 Google 账号的话，就进入到你 Google 账号的 Colab 里面了。好，那我们在里面如果要写量子计算程式的话，首先大家看新闻的话，都可能看到 Google 有很多就是发表很多振奋人心的量子电脑的消息，他们说量子电脑，但是很可惜的是 ，Google 并没有把他们自己开发量子电脑开放给大家使用，他们就只有在内部使用、内部测试什么之类的。目前开放云端让大家使用的量子电脑的公司，最好用的系统还是 IBM 的系统 ，IBM Qiskit。对，那就是 IBM 的系统，IBM 有开发它的量子电脑让大家使用，然后要使用 IBM 量子电脑的话，它的量子电脑程式语言叫做 Qiskit， 那它是一个Python 的套件，就是你用平常执行 Python 方法就可以安装这个套件，然后装了这个套件之后，你可以开始编写你的量子程式。但是，如果你在你的电脑上执行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只在模拟环境、模拟器下执行，
那如果你要真的送到，但是因为是 IBM 开发的套件，所以说你也可以就是稍微修改你的程式，并且让 IBM 申请一个token， 申请一个金钥。那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把你写出来量程式送到真的 IBM 量电脑上，让 IBM 真量电脑去执行。所以这是为什么，如果你要写量程式的话，我建议还是要用 Qkit 这个套件我建议 Qkit 是一个很适合的套件，原因是因为你用 Qkit 的这个套件来写程式的时候，你有机会稍微修改程式码之后，就可以送到真的量电脑的执行，而不是只是在模拟器上。因为如果你用 Google 的套件的话 ，Tensor Quantum Tensor 什么之类的套件的话，那它可能只在模拟器上执行，没有办法直接把它送到真的量电脑上去跑。那有一件事不太方便的是这样子，就是 Colab 是 Google 开发的系统 ，Qkit 是 IBM 开发的系统。所以说，如果你要在 Colab 上用 IBM 开发的 Qkit 的话，那这样子你不能直接使用，它没有内部没有直接预设安装，所以你先执行这2行，就是叫 Colab 在你的环境里面安装 Qkit， 安装完之后，然后你才能够使用 IBM 的 Qkit 程式语言，然后来执行量子程式。好，那第一个这个量子程式就是我们说的如何在Blocksphere 上面画，把我们刚刚的0跟1，我们刚刚是用手算嘛，就是基本上手算，用手去解释说如何把0跟1这2个 state 对应到他们，用那个对应到他们的 Blocksphere 上的向量。那如果用 Qkit 上自动请程式让程式帮你算如何用0跟1这2个 state 对应到 Blocksphere 上向量的话，可以用下面这个程式，可以用这个程式。那这个程式的话，一开始的部分是我们先告诉 Qkit 说，好，我们现在需要建一个量子电路。那量子电路然后我们需要一些数学函数，这一部分没有数学函数，但是因为接下来会用数学函数，所以我们就先保留。然后再来，我们需要 quantum state，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我们刚刚讨论2维的负相空间是相当于一个量子位元的状态，那一个量子位元状态被称作 state vector， 所以说我们必须把 state vector 的程式的资讯引入进来才能够使用，所以说我们必须使用 state vector 的这个函数。然后再来我们要数学，就是等一下可能会用到三角函数，但是现在还没有。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执行这一行，就是说我们这个量子电路要2个量子位元。上面第一段是说第一个量子位元，第0号量子位元，就是后面是0，一个是1嘛。0号量子位元，0号量子位元的状态要表示成10，10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如果程式派送里面10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数学符号的10这个向量，然后就是0这个 state， 然后就是1 这个 state， 对吧？然后再来01的话，我们把第2个 state 一开始设成01，那第1号 state 设成01，设成01的意思就是说，那它代表的是01这个向量，然后对我们之前用的符号是12，第2个 state， 然后它是1号的 state， 对，用 Qkit 符号是1号的 state。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让它执行完之后，我们把这些 state， 把这个 quantum circuit 的对应的 state 转成这个向量，那个 state vector， 就是转成每个位元所对应的状态存到的 state 的变数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量子电路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 state 印在 Blocksphere 上面。那印出来结果这样，所以 IBM 量子电路会印出来结果会用这种方法表示，就是如果你把第0号的 state 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指定它的状态是10的时候，它就是说0号的 state 我们指定它这个状态是放在这个状态，然后它的数值是10，然后1号这个 state 我们指定的状态是01，然后这个电路长是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我们印出每个 state 在 Blocksphere 上的状态的时候，在0号 qubit 0就是0号量子位元
就是这个量子位元。那我们刚刚说它对应的是它目前的状态是10嘛，10的话，我们之前说的就是0这个 state 嘛。那所以它这个就是0这个 state 这边，然后它画出来在 Bragg-Sphere 上位置，就如同我们上一个单元里面讲的是指向上的向量。那接下来01这一个呢，01这个 state 对应的是1这个 state， 然后我们一样可以把它画到 Bragg-Sphere 上，然后画到 Bragg-Sphere 上的时候，那你看它就如同我们上次说，它是一个指向下的向量，然后是1这个 state。那刚刚这些东西我们之前就已经画过了，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手算过了，所以我们可以验证出我们程式的结果跟我们手算的结果其实答案是一致的。那现在我们稍微改一下程式，把它所代表 state 转成别的 state，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画出来的图会指向哪个方向。我们要改的 state 是第一个加这个 state， 加这个 state 是什么呢？加这个是记得我们有说过，就是我们那时候除了01跟10之外，有另外一个 basis 是 F1， 对不对？我们之前几个单元里面 ，F1 是11，然后 F2 是-1，好，那这两个 state 问题是什么呢？这两个 state 问题是它们强度不是1，所以如果我们要用量子位元的角度来看它的话，我们需要强度是1，所以说我们要除以根号2，然后因为一些惯例的关系，大家比较喜欢根号分之1负根号分之1，所以后面这个除以负的根号2，然后我们就变成这两个 state。那这两个 state 我们把它称作加跟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其他可以表示成根号0这个 state 加1这个 state， 然后这个是表示成根号2分之0这个 state 减1这个 state， 这样我们很好记，就是如果是0这个 state 加1这个 state 的话，加出来结果就是的 state 我们就把它叫加，然后0这个 state 减1这个 state 的话，算出来结果我们把它叫减。好，然后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用，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套进我们刚刚的式子里面，就是算出，然后套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根号2分之1嘛，所以我们需要 max 这个方向，就 max 点 square root， 然后2分之根号2分之1，然后根号2分之1，这根号分之1负根号分之1，带进去算。那如果我们带这样进去算的话，最后结果就会这样子，就是如果是 circuit 的话，那根号分之1是 0.707 左右。为什么？因为根号2分之1相当于2分之根号2嘛，对不对？有理化。2的话，根号2的话 1.414， 所以根号2分之1，所以2分之根号2相当于 0.707， 所以根号2分之1差不多相当于 0.707。那所以 Q0 的话就是 0.707， 那它就相当于加这个 state， 然后它的结果就被画在 Q bit 0这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加这个 state 指向你这个方向，就 x 轴的方向。那接下来 0.707负 0.707， 它对应到的是减这个 state， 减这个 state 就是对应到 Q bit 1这边，然后你可以对应到它指向的是向内那个方向，就是 x 轴的负向。然后所以说我们知道 Bragg-Sphere 上如果加和减这两个 state 对应到这两个方向。我们简单的介绍量子计算入门的第一个章节，然后主要是向量空间，然后我们在这个章节里面，我们从头开始复习向量空间的定义，然后实数向量空间、复数向量空间，然后并且特别会在量子计算中会用到的2维的负向量空间，然后并且把2维负向量空间如何对应它的量子位元状态，并且如何把量子位元状态画在一个球上，我们都解释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到下个单元，我们会开始，我们刚刚在最后个单元里面画那个程式里面，我们有定义的我们的量子
电路有2个量子位元，但是刚刚那2个量子位元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下一个单元开始讨论说，如果2个量子位元，然后它们有更加进一步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在负相关空间的角度里面去叙述这件事情。